有12个，坐在边边上可以，亭子里边坐要脱鞋。所有的矮墙、建筑、雕塑都不能攀爬，跨来跨去不可以，只能在边边上拍。我呢，姓洪，双木林，大家皇宫讲解员，进来这里，跟着我走。哦呦，才睡了4个小时，今天我们起来了。今天我们开始正常的一个跟团游，然后先吃个早饭，看早饭有啥，已经好久没吃早饭了。有问题哪？普通的面包。别乱跑，不要乱跑。它早饭比较简单，这个酒店就一般的煎蛋，然后和一些中式的早餐。其实这家的美居我住的是蛮舒服的，我是觉得美居这个酒店大概比我们国内的全季稍微好一丢丢，对吧？那这个标准我是住的很爽。然后先搞2个东西吃。在泰国啊，橙汁永远不会踩坑，因为泰国粉泡的可能比那个原味的更贵，所以在这里啊，基本上就说橙汁早上是不会踩坑的啊。然后我早上是比较简单。一个粥，一个鸡蛋，加一点沙拉，加一点橙汁，对吧？吃饱了，这个准备开始我们的跟团游了。我先说话声音倒小一点。对，上一次跟团是11年，13年过去了啊，13年跟泰国团，心里实际上蛮忐忑的。反正昨天说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个小白，我就是一个第一次到泰国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对啊，然后我切身实际的来感受一下。我现在已经定位自己是游客了，你知道吗？很游客。刚才服务员跟我讲话，我都是听不懂。这一般是做游客的第一步，听不懂。见面跟再见都要说萨瓦迪卡哈，就是你好，或者是早安、午安、晚安，全部一个萨瓦迪卡就已经代表了哈。来，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是大皇宫哈。那我们有一位呢是要穿这个要买裤子的，所以我们准备200铢。我们动作快一点，因为是我们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哈，所以我们要快一点，不然的话我们一个人假如不见了，我们就是全团的人要等待大家。我们下车了，我们整个团19个人，好像就3-4个男生啊。这个。我们到大皇宫了，哇，这是多少年没来了，其实我都快忘记大皇宫长什么样了。一般好说，谁会往这里走啊？就跟北京人谁也不去天安门的，对吧？谁会往故宫里走？哎，小胖也犯了一个错误啊，对，我现在是游客，对吧？今天来大皇宫，然后我没有穿长裤，我就穿了短裤，因为我也没有长裤，对不对？所以也不说犯错误吧，这没办法，所以我就只能花钱买了。那大皇宫门口大家也知道比较贵啊。那么跟团游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大皇宫的行程呢，大家一定要准备好长裤。是真好，我们在刚才集合以后，就现在准备进皇宫了。皇宫的话都要侧门进，这个很明显就侧门了，偏门，对吧？正门肯定是留给别人走的，不是留给我们走。我人是多啊，真的什么国家游客都有，包括韩国人啊、中国人啊、印度人啊，都有，什么国家老外都有。毕竟它是世界的景点。原本以为现在是淡季，但大皇宫我觉得24小时1年365天肯定都是这个状况。但是你总归到了，你不能不来大皇宫嘛，对吧？这个就跟到了北京，你不能不去故宫嘛，这说不过去啊。挤就挤了，不过大皇宫里面还是有东西值得看的。有12个，坐在边边上可以，亭子里边坐要脱鞋。所有的矮墙、建筑、雕塑都不能攀爬，跨来跨去不可以，只能在边边上拍。我呢，姓洪，双木林，大家皇宫讲解员，进来这里，跟着我走。啊，就到了这个玉佛寺了。这个整一个大皇宫里面最著名的，里面是不能拍照的。我只能在这个地方拍了，啊，它的话，这个玉佛它泰国不是分寒季、热季跟雨季嘛，然后每个季节的话，它都会给玉佛换衣服，啊，这个地方也就是各种小姐姐打卡拍照的地方。
啊。国王抢走了国王的妃子，国王很生气，国王一人也打不过国王，天上就派下来了他，白脸的神獒他，叫哈努曼。哇，大皇宫里面矿泉水20泰铢，正好2.50。难保呢？也蛮OK， 刚刚。哇，我也讲泰文了，无所谓，买东西。好，大皇宫就从这里出来的话，就各种导游都在门口等着集合啊。现在准备去湄南河坐船。从大皇宫出来啊，一直到湄南河这里游船。好好说，这里的物价真不贵，真不贵，我觉得比芭提雅唐人街还便宜。所以大家在这里买点东西的也可以再买，一瓶矿泉水就10铢、20铢，也就2块4块。你说大皇宫这样的景点，对吧？它就算翻个倍卖个4块钱，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啊，不对，我是个游客，哎，那更便宜了，对吧？好，上船体验一下湄南河游船，大皇宫出来以后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泰国把它英文叫做母亲河啊，泰文叫做湄南加普亚，就是湄就是妈妈的意思哈，叫做母亲河。为什么叫母亲河呢？因为从古代到现在，我们泰国人一直都就是依赖这条河哈。古代的时候怎么依赖？我们泰国就用这条河来滋养我们的农田哈，来我们的泰国号称鱼米之乡嘛哈，我们都是靠这条河来养我们的农田。那现在它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它的源头那边是我们泰国饮用的自来水。那除了源头那边给我们饮用自来水之外，这条河也是每一个到泰国来的游客必须到这边走一趟啊。因为这条河呢，它的两岸一般。我们大家的左手边是现在这个朝代的拉玛王朝的首都，我们大家的右手边是第3个朝代的首都哈，所以它的两岸都是不同朝代的首都。那这条河现在除了让每一位客人到泰国都在此一游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泰国所有通过这个水上通运的货物都是从这一条河运的哈，叫做输运管道啊。然后我们这个湄南河项目啊，到郑王庙门口有个喂鱼，哇，这里好多大的鲶鱼，还是蛮多的哈，是叫鲶鱼吧？大家玩的真不错。亲你的朋友，咱们中国的历史是有多少记载？文字记载5000年，对吗？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泰国文字记载只有700多年，不到800年的历史。但是3、5千年前呢，是不是没有这个人居住在这里哈？可以告诉大家，是3、5千年前还是有人居住在这里，但是考古学家经过那个时候的人留下来的痕迹来判断说，当年住在这里的哈，不是今天的泰民族，是什么民族呢？是叫做泰文叫做孔，咱们中文叫做高缅族哈。那后来这个民族去了哪里呢？传说是一部分是灭绝了，一部分是变种了哈，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这边出生，班辈几班几代下来，是不是就变种了，叫做变态了哈？所以当年的那种民族也是变态了哈。那给大家讲一下泰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有700多年的历史。从1238年哈，成立了第一个朝代，叫做素可泰王朝。中国没有中文名哈，但是它有它的意思翻译，叫做幸福的开始。素可泰翻译成中文就是幸福的开始的意思哈。那这个朝代呢，一共只是维持了100多年，有了9位的国王。后来呢，还是泰民族就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就改成第2个朝代，叫做阿尤他亚朝代中文这个又有中文名字了，叫做大成王朝。那这个大成王朝这个名字呢，还是咱们中国的一位伟人来为我们起的。我们在座的各位猜猜看，中国当年最喜欢下西洋的伟人？郑和。对，郑和哈，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来过泰国好几次，每一次来住的时间都是还蛮长的哦。所以那时候我们中国跟泰国就开始有了这个友好关系哈，中泰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直维持友好关系哦。那时候郑和来泰国的话，泰国的这个国王就请他帮这个朝代起一个名字。但是阿尤他呀这个字眼就太难翻译了，到现在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他就说，我就凭我看到的这种感觉来为你们起哈。那时候他来泰国，泰国虽然是小小一个国家，可是那时候还真的算是富丽堂皇的哈，所以就以自己的感觉，给泰国起名叫做富丽堂皇的一个国家，叫做大陈啊。所以我们第二个朝代叫大陈，也是泰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哈。维持最久的一个朝代，一共400多年哈，有了33位的国王。那后来大陈落败于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落败于缅甸的攻打。所以在当年，在100多年前，200-300年前，缅甸是非常的强大哦。那时候他就立志一定要拿下泰国。可是有一次他真的成功了哈。那泰国落败于什么原因？就类似咱们中国那个吴三桂开城门。也是产生了内奸哈，大概就这样子哈。那这个缅甸他拿下这个泰国之后，那时候泰国大陈王朝的末年是不是都没有男人了？其实是有一位，就是郑达信大将军哈。那因为这个他是一个打仗的大将军，后来泰国落败之后，他没有死，他就带着一部分的这个伤兵残将，跑到了哪里去避难？就去跑到帕提亚那边。同时在那边他又去招揽了，因为那时候泰国的居住方式类似这种部落的哈，他去把他同时就是给他就是约起来了。我也不太懂哈，跟大家讲，我是泰国的宜南人，我对中文的哈这个讲解可能你们听得没那么顺，但是听得懂就好啊。就是一个部落把他收拢之后呢，请这个叫做泰国的泰拳师傅来给他的这个军队来教泰拳哦。后来在短1年多的时间，他就训练成了一支叫做很强大的这个士兵。然后后来就攻回这个阿尤特亚这边。那缅军他打下了泰国之后，他怎么办？他就松懈了嘛，就天天唱歌喝酒哦，然后派那个兵呢驻扎在这边。后来这个郑达信是带着他的兵将攻其不备哈，说是以1敌10的这个比例之下把缅军赶跑了。那缅军眼看已经守不住这个大陈王朝了，怎么办？就是能搬走的通通搬走，不能搬走的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哈。所以现在这个阿尤特亚城的这个面貌还是留下了当年被火烧的一片废墟。所以我在船上跟大家说，缅甸人如果来泰国旅游，他们一定要去看阿尤特亚，因为是他们的荣耀。那这个带着兵将把缅军赶跑了，这个人就是谁？就是郑达信，他是华裔第2代，他的爸爸叫郑庸，说是来自广东镇海那边的人哈。以前过来，现在是坐船坐飞机，以前过来的是划着船过来啊，来到这边落地生根，起了泰国人，生了这个郑达信啊，后来变成了大将军。这大将军之后，泰国落败，被这个缅甸攻打完之后，他又带着兵将收复了这个这个失去的这个地盘啊，所以大家是不是就顺理成章的拥戴他为王？可是他拿下这个大城之后，这个缅甸已经把他烧毁了嘛，烧毁了就不能再居住了。于是呢，他就深更半夜的带着他的兵将，骑着船。划着船顺着湄南河漂流，当他漂流到就是这个郑王庙的这个地带呢，就是黎明时分，所以那时候他灵感一来，就决定定都的这个那个地方，又起民国号为春武里泰国话叫做吞布里哈。所以，但是这个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哈，维持的是最短的一个朝代哈。在他登基为王之后，一共才有14年多，没有到15年。后来他就被取而代之了。他驾崩的时候享年只有48岁。他驾崩的时候没有礼仪署，那谁来当这个王位？就是他的女婿兼他的左右手，就是他左右大将，也是当时来讲是除了他之外权力最大的一位哈，就是当今的一世皇。我们进去有看到1到10世皇的照片吗？有。就是这一位所以他继承王位之后，因为他不是郑达信的儿子嘛，他自然就是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时候呢，他就建都于湄南河的这个吞武里的对岸，就是今天的曼谷。
建都于这个地方哈，改名为拉玛王朝。从1782年到现在哈，200多年的历史还没有改朝换代，一共有10位的国王哈。那他登基为王之后，他就感念这个郑达信对泰国的奉献啊。就在那个吞武里那边建了一座庙，起名为郑王庙，又叫做黎明寺。黎明是郑王生前最喜欢，一天24小时他最喜欢黎明这个时段哈。他说是那个光明之前的黑暗哈，他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中国人到泰国是不是一定要去看一下郑王庙？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哈。所以这个泰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哈，唯一的一位华裔第2代当过国王哈。那这个仪式王登基之后呢，他驾崩之后又传给谁？他很多看的时候他长得像寿星公，有没有很像？像吗？那这个呢？这个在位的时候没有对国家有多大的贡献，所以没有被文字深刻的去记忆哈。但是他呢，他的三世皇就有点历史了哈。这个2世皇在位的时候，他本来是立这个，后来变成4世皇的这一位后来变成4世皇的这一位，本来是那时候他是2世皇的太子，可是为什么他会变成了4世皇？我们在大皇宫里面，皇家讲解员有没有跟你们讲，泰国的男人每一个男人一生之中必须最少要出家1次，有讲过吗？有了解过吗？所以包括太子在内哈。包括太子或者是国王在内，一生当中要出家1次。那出家的时间有多长有多短？最短是3天，最长也可以有1辈子哦。所以这个就是他是2世皇的太子，他是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位王子，他是一个天文学家哈。就在他要去出家当和尚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当短3天哈。他当好像是半年还是3年这样子，所以就在他当和尚的这个期间，他的父亲2世皇就突然驾崩了。驾崩了的话怎么办？国不能一日无君，他在当和尚又还没有期满哈，就怎么办？就找这个4世皇的哥哥暂代王位，就是这一位。所以他跟他哥哥说，他说怎么说？他说哥哥，我们不管谁当国王，我们的目的都是要人民呢安居乐业。我呢还是适合出家哈，于是他就把这个皇位轻而易举的让给他的这个哥哥，不是同父同母的，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哈。所以他又回去当和尚，一当就是27年。但是这个3世皇呢，他的天资没有4世皇那么聪明，但是他是一个经商天才。所以今天泰国皇室家族的财产是世界上所有国王皇室的这个财产，它是数一数二的富有数一数二的富有。所以他们的财产累积就从3世皇开始。所以3世皇他是一个经商天才，为泰国赚下了很多的钞票哈。那后来他一共在位27年之后呢，他驾崩之后，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皇位是他哥哥的，所以他没有离异属。所以大家都觉得还是去把4世皇从寺庙里面接回来所以他本来要做3世皇，后来变成4世皇，但是他一共在位只有12年，所以他没有为泰国做了多大的改变，但是他成功的把他的亲生的儿子扶上了王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是4世皇？看到没有？看到了。这个呢是5世皇，有没有感觉跟他长得还蛮像的哈？所以他就成功的把这位5世皇呢，扶上了王位。所以5世皇是我们泰国这个拉玛王朝这个朝代来讲是一代明君。那5世皇呢，他为泰国做了哪些改变？非常的多，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泰国，在传说里面说我们泰国是把佛教译为叫做国教。那泰国95%的人民都是信仰佛教信仰佛教，所以泰国人有一句传说叫做泰国人是生于寺庙，成长于寺庙，死于寺庙哈。什么叫生于寺庙？是不管你在哪里出生，以前都没有遗言在家里出生，当你出生之后，就把你抱到寺庙里面去，给和尚为他念经祈福，然后同时给他赐名这个叫做生于寺庙。什么叫成长于寺庙呢？成长于寺庙就是古代还没有学校的时候，我们泰国人到了要学习认识字的时候，我们要把他送到寺庙里面
啊。第一呢，去学习泰国字；第二呢，就是去学习泰国的佛教文化哈，所以叫做成长与寺庙。所以当你要一个青少年要跨到状元的这个，你们又必须要出家哈。所以在泰国啊，娶老婆，你的丈母娘不会问你有没有家、有没有房、有没有好的事业，只是为你说会有没有出家过了哈。所以这个叫做成长与寺庙。那死与寺庙的话就是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死，在医院死，在庙里死，都会通通归根结底把你送到寺庙里面去给你做法事，然后在寺庙里面找一个香炉给我们在那边永久的待在那边哈，这个叫做死与寺庙。武士皇之前我们泰国是没有学校的哈，到了武士皇年代，他从小到外国去受教育，所以他登基之后，第一就是为我们泰国建立了学校，第二呢为我们泰国建立了博物馆，所有跟这个时代前卫的。这些有关系的都是武士皇年代开始哈，我们早期也没有柏油路第一条的柏油路也是我们的这个武士皇为我们开创的，还有铁路也是武士皇哈。那武士皇做了一件事情，最得民心、最得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改变了这个奴隶制度。咱们中国在古代也是奴隶制度嘛哈，比如说我父母把我1块钱卖给你们家，是不是？我以后的子孙万代都是你们家的免费工人，是不是？我们泰国也是这样，所以那时候还比较泰国的这个奴隶制度还很严哦。于是呢，他就改变了这个奴隶制度，解放了我们泰国的奴隶哈。所以他做一个这个举止，得到了很大的民心，也得到了很大的功德。所以泰国的这个武士皇哈，在他驾崩若干年之后，泰国一些通天眼的人是看见他在天上已经被封为大神了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去人妖那边就有人在供奉武士皇的这个肖像，所以我们已经驾崩的9位国王，只有武士皇1位是被封为大神，也算是财神这个就是武士皇。那武士皇的简单的哈就跟大家介绍在这里了哈。那武士皇驾崩之后呢，他传给了谁？传给了他的儿子。但是在武士皇年代，他一共有多少位王子？一共有100多位的王子，还是算是王子当中最有继承的是这个叫什么？我不太早的人算是最聪明的吧哈，就请他叫六世皇。在六世皇他继承王位之后呢，他也为泰国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来，我们看一下泰国的国旗长怎么样子所以我们泰国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大象王国的美称这个不是乱盖的哈，也不是乱吹的，是真正的有这个名副其实的哈。所以泰国的古代的时候，我们泰国的国旗就告诉你们了，我们是大象王国。所以在六世皇以前，我们泰国的国旗长怎么样子？是一块大红布，中间一个大白象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国旗。到了六世皇年代呢，我们的人都开始受外国的教育、外国的文化哈，所以呢对这些也就不太那么执着了。所以到六世皇年代，他就为泰国的国旗做了一个改变，就是红、白、蓝，而且这3个颜色，每个颜色都有一种说法哈。外面红色就是代表我们泰国所有人民的，我们爱国，我们是热情的，我们是热血的哈。然后到了中间白色，白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教是纯洁的信仰，虔诚的信仰哈，是白色的。那到了中间呢是蓝色，蓝色在国旗上，蓝色代表什么？猜猜看。你别说，这个导游讲的还蛮好。你们都放弃了吗？我都听了很入神，真的。放弃了吗？哇，我们现在就到了四面佛边上商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这四面佛，这Central World，在Central World的对面，这个商场叫 The Market Bangkok， 对吧 ？The Market Bangkok，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综合体，边上就是大的 Big C。哇，这个团餐现在都这样了吗？不是在那种所谓的原来人家这种购物团这种。他们是包的那种餐厅或者什么留一手什么的，之前对吧？有很多那个，这是直接在商场里面，哎呦厉害了！哇，这商场里面的这家吃烤鸡的一家店，哇，都是自由行的就我们一个团，这是自由行的餐厅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这个餐厅让我最关键的是。2021年米其林带我们吃是米其林餐厅，绝了！各位有跟团吃过米其林的吗？这家是米其林餐厅，
真的必比登推荐，我绝了！这家是米其林的团餐，1个菜、2个菜、3个菜、4个菜、5个菜、6个菜、7个菜，宋当、烤鸡、蔬菜，这个不知道什么，那个是煎蛋，这个是嘎抛，这个是冬阴功，米其林的晚餐。而且大家知道最绝什么呢？它不像其他的团队，其他团队可能是8人桌、10人一桌，大家拼，可能你连一个腿都抢不到鸡腿。这里是4个人一桌，一只烤鸡4个人分，它烤鸡不大，就童子鸡，但是4人份至少一人1/4是有的啊。它4个人一桌，就刚才那么多菜，这是让我没想到的。吃完饭了，会大概半小时时间逛一逛，它楼下一些吃的啊，一些店蛮多，然后星巴克、肯德基都有，就在综合体对面就 Central World， 我给大家出去看一下。很多人可能对泰国没有来过啊，那好好说，我可能作为游客你没有概念，但是作为我这里也说了，我本来说冒充游客，现在真冒充不了。对面就是上泰世界 Central World。待会我们就要走这个天桥走过去，然后去对面看四面佛，爱侣湾的四面佛。对啊，我们今天一逛下来，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团很好，对吧？这个说好了大家不爱听，这个槽点还是有的啊。来讲一下，就是进大皇宫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槽点是比较足的，因为大皇宫人比较多，很容易走散。然后呢，基本上属于外面导游，然后这叫大皇宫的皇家导游，然后进去带，然后会有一些拼团走丢，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当时我们找这个团友也找了好久，当然大皇宫人比较多，这是客观因素啊。然后整一个目前早上起来，他也不会起得很早，一般的团呢都是早上7点半就要出发，或者8点出发了。他这个团是早上9点钟出发的，然后整一个行程到目前就大皇宫、湄南河，然后还有刚才去了个哪里啊？反正家。没有了，就是2个行程早上，然后现在吃饭，饭吃完的话去看四面佛，对吧？然后四面佛后面还是金东尼，这个后面行程再说，反正我给大家全程记录，好跟不好大家自己眼睛看，反正目前是蛮刷新我3观的，至少这第一顿饭已经让我惊讶了，第一顿饭是米其林，这个必比登真的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4个人吃一个必比登这样的团没见过。哦，这家甜品店一定要来打卡 ，After You 啊，芭提雅21航站楼有一家，这里也有一家分店，这个真的可以来打卡一下。好，我们现在就到了爱侣湾四面佛啊，这个就上次越南人建的凯悦酒店君悦酒店，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所谓大家心目中最正宗的四面佛了，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其他团会带看其他什么四面佛怎么样，但是爱侣湾的这个四面佛，这个只是曼谷最正宗的四面佛。就在Central World的对面，然后君悦酒店的楼下，这叫爱侣湾啊，所以大家来拜四面佛一定要认准啊，也不说其他四面佛不能拜吧，对吧？但是总归来说，这个是最正宗的。不过佛嘛，我觉得在哪里都一样，对吧？爱侣湾酒店四面佛慈善基金，这样这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是最正宗的啊。相对吧，只能说相对最正宗的，这个好像也不存在正宗不正宗。哎，又拜完四面佛以后，又发现一个意外情况，团里面有一个带着孩子刚才可能拉了一下或者摔了一跤，把手脱臼了。然后现在看导游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导游还是我认为蛮 OK 的，忙前忙后到现在没停过，又帮他联系医院，帮他联系车，又不能把我们这一团的人丢掉，现在又要联系公司，对吧？你说旅行这种意外情况，我当班想看看的，这个刚好有个意外情况，看一下这个导游怎么处理，也看一下这个公司怎么处理。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出行人都买了保险嘛，所以刚才导游就说没关系，你们钱先垫着，然后回头想办法给你们走保险，对吧？也是站在一个客户的角度，所以说虽然说摔了一跤或怎么样，大家现在的心态都还不错，对吧？导游现在就在那边处理，啊，那所以说。我就在观察他们到底处理的怎么样。其实大家旅行不光是要图个便宜，图个开心或什么的，其实这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反而今天这个团我来体验，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倒觉得我蛮想看看接下来结果的。还好小孩伤了不是很严重，也不闹了，就是手脱臼了，但是右手没有什么感觉了。现在已经给他叫上一辆出租车，然后马上联系一个会中文的，就是泰国本地公司的，然后在那个医院那边等。然后这样的话就两边刚好能碰头，因为曼谷堵嘛，不可能等到别人来接。然后现在就已经过去了啊，然后导游还在联系，这个还行。
我们现在5点钟啊，到了金东尼。吃晚饭之前，金东尼它有5点、7点跟9点场，所以我们先看金东尼人妖秀。哎呦，好久没看人妖秀了，感觉好像有点激动啊。我们整个这个就金东尼的大厅。金东尼的话，它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它像在芭提雅的话，基本上就蒂芙尼和阿卡萨。那么在曼谷的话，就是金东尼，它也算曼谷最有名的一个人妖秀了，不是那种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人妖秀，是正儿八经的，好吧？好，我们先进去看了。里面人妖秀，到时候看能不能拍吧。The right to live in a world of equality and dignity. Welcome to Thailand. 所有演员出来谢场，跟他妈妈上很有名。哦，好，又是到了拍照环节。好，我们走了，下雨了，今天。好，金东尼看完抵达拉玛九，哎呦，天公不作美啊！今天还下雨了，但是该行程还要跑完，到新的火车夜市了。我在想吃个什么呢？这其实蛮头疼的。就我吃啥呢？我去看看，要不搞火山排骨吃。其实，水果西施这里我不是吃过了嘛，但是那个火山排骨还没吃过，我尝一下这里的火山排骨，好不好？啊，过马路，下雨，水果西施门口都没人了。哎，就你这张臭脸还会有人吗？我们对面找你吃。其实到了这个夜市呢，还有第二种选择。大家看我在商场里，对不对？它边上就是拉玛九。那如果大家觉得夜市没有合什么胃口的，这个也没关系。边上就是很大综合体，这综合体里面什么都有，什么海底捞啊，什么都有，对吧？而且基本上的话，旅行团会有一个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吃顿饭是够了，而且还能逛个街。这里什么 H&M 啊，什么都有啊。包括因为它属于上泰集团嘛，它整个上泰集团该有的都有，包括这里面它有 Super Rich 可以换钱，大家如果钱不够用的，拿现金人民币啊，到这里的3楼来可以换钱，是3楼吧？2楼、3楼差不多了，大家可以到这里来逛。这呢，也就是给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夜市的啊。那么像这样的商场也可以到楼上去吃。哦，更正一下，银行都在5楼啊，它也不叫 Super Rich 专属率，它叫 High Rich， 反正差不多，就换钱大家到5楼来啊。我们也回到酒店了。今天早上9点出发，现在是晚上9点，刚好12个小时。也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行程体验啊，这个亲身经历。这个早上出发先去大皇宫，对吧？然后玉佛寺这2个景点在一起。然后大皇宫这里面呢有一点点瑕疵，就是比较乱，因为大皇宫里面人比较多嘛，这个有人会走丢啊，有人会落队啊，因为集体活动嘛，对吧？不可能每一组家庭都跟的会比较紧。然后大皇宫的话，整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大皇宫这景点就没有什么好介绍了，就是看一下一个皇家的一个别院，然后看一下它里面最尊贵的这个玉佛寺啊。那么出来以后呢，大概整个行程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到11点钟我们出来以后呢，因为它中间换了个大皇宫里面的讲解导游，然后出来以后呢，去了湄南河的这个游船，然后就是去湄南河逛了一圈，然后是不走回头路的，这个也很快，然后基本上也就在15分钟左右，那么走过去大概15分钟，但前后半个小时吧。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去吃饭。那么今天让我比较意外的呢，就是他中午这一餐的饭，他这餐饭是米其林，对吧？虽然这个米其林是20年、21年的，还是19年、20年的，然后后面几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评，但是至少它是一家米其林餐厅。然后呢，它不像其他的团餐一样的，可能是8个人啊、10个人啊一桌，可能就一只鸡，可能连个鸡腿都吃不到。它这个的话是4个人8个菜。然后呢，最起码就是像比如说烤鸡，它至少1人有1/4，对吧？这顿餐是吃的让我比较满意的。然后呢，它刚好又在三区沃的四面佛边上的一个大的一个商场，那个叫什么商场我一下子忘了，反正那是个商场。然后楼下星巴克啊、肯德基啊什么都有。然后它还有稍微的一个自由活动时间，你买杯咖啡时间那肯定是有的，对吧？然后行程也不会很紧凑。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走过去。之前我以为是走到四面佛，但是那么多人可能走天桥啊，有孩子也不放心，他们是开车开到四面佛，然后放下就是爱侣湾的四面佛，这个是最有名的那个四面佛。然后四面佛大概整体参观的话，要看你们拜不拜了。如果拜的话，就时间会长一点；不拜的话，基本上也就半小时。那么
拜完以后呢，中间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就是那个孩子手脱臼了，然后导游帮忙联系了半个小时啊，然后去医院啊，怎么样的，我没有办法一个整体嘛，那么大部队也就在那边等，那所幸最后那个孩子没什么事儿啊。那么完了以后，我们就去金东尼。金东尼呢，我们是4点钟左右到的。那金东尼我们看的是第一场金东尼人妖秀，所以在那边呢等了1个小时。那我也在那边开直播开了1个小时。那么整一个金东尼的秀看完了。那金东尼跟芭提雅的蒂芙尼人妖秀呢，我是这么认为的。蒂芙尼会相对好一点。那金东尼呢，相对在曼谷来说呢，也还算不错，应该能排进前2位吧。那么剩下还有一个就是普吉的一个人妖秀，反正整个泰国就是3个比较好，像什么阿卡萨这种就不说了，就这三个地方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这个人妖秀怎么说呢？如果大家带一点艺术情感去看呢，其实能看懂，它会演绎着每个国家的，什么朝鲜族的，就是韩国、朝鲜的啊，然后印度的呀、中国的呀，它都有好几个主题，大概有6个主题吧。那包括美国好莱坞的什么都有，这个看你看不看得懂了。如果看不懂，你会觉得好无聊。那你觉得看得懂的，我觉得还有点意思。今天我全场都看完了，至少没有让我睡着，对吧？我觉得这还不错，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了解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我都能看了没睡着。那我相信我观众们一定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包括我问了一下我身边的团友，他们都觉得还不错。然后金东尼看完以后呢，我们就去了新火车夜市，就是水果西施那个火车夜市。然后也不巧，今天天下雨了，所以说后面就没怎么拍。然后，但是我路过了这个是那个水果西施，的确没有什么人。现在真的他的态度太嚣张了。然后我们就在他们整个团是在那个上面吃饭，因为他们对周边不熟嘛。那我是比较熟，因为我知道边上就是辣妈酒，对吧？3圈辣妈酒。然后我是到3圈辣妈酒随便找了点东西吃，因为那个夜市我是吃不下去。但是作为游客来说，的确那里人是很多。他不光那个夜市针对中国人，印度人啊、老外啊、中国人、韩国人都有。这个的确是算曼谷最火的一个夜市了。那边上还好，它有个商场。那我去商场里蹭空调了，因为实在太热了。好，吃完的话大概在8点半，我们是6点半左右，因为金东尼看完6点多嘛，然后6点半左右到的这个新火车夜市，然后整个安排的时间有2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开车半个小时，现在送回酒店，导游就走了。那么整一个今天1天的行程就结束了。那如果后面想出去，小伙伴可以再出去啊，或怎么样，这个没关系。那我是有点累了，因为我昨天晚上的航班不是很好，我是延误了。我从新加坡回来的话，大概是凌晨2点落地，我到3点多3点半我才到酒店。其实我今天没睡几个小时。那么这个落地闪屏其实大家要注意了，如果说你们的航班是晚上11点钟之前的，那我觉得你就排在第2天，那刚好中间有个休息时间。如果像小芳这样是凌晨3、4点到的，那就不建议排在，宁可在曼谷再住1天，再隔1天再来报这个团，这样会休息比较好。毕竟的话，今天12个小时，如果你只休息3到4个小时，那是很累的，这个比打仗都累了。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如果说是午夜12点钟之前到的，那无所谓，你可以隔1天，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是22号，那么你午夜12点之前到的，那你可以做23号团。那么如果说今天你是23号凌晨到的，那你就报24的团，那你23你在曼谷再住一晚或者怎么样，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那整一个今天1天的行程就结束了，目前看下来没有什么大坑，只是去大皇宫的时候有点乱，这是一个吐槽点。然后整一个行程现在跑下来，我是觉得还比较舒服的，没有说非常的紧凑。它相对来说中间会有休息时间啊，或怎么样，甚至上洗手间时间，不会像传说中的那些购物团啊，或者说那些其他之前我所了解的团，就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然后呢，基本上属于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这么一个状态。好，这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反正前面视频都有，我今天1天都记录了，好吧？今天我早点休息了，然后明天我觉得行程我们再看。然后明天的话是早上是去暹罗古城什么72府那个地方好处我都没去过，所以我很期待这个，这是我整个行程中最期待的，因为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然后下午的话就到芭提雅真理寺、兰坡，那我看看明天我试一下能不能。比如真理寺我拖个团，对吧？这个看看怎么说，顺便要回家洗一下衣服啊什么的，然后看看导游会不会为难啊怎么样。所以我是尽量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全方面来测评一下这个团，甚至我会在这个团中间稍微对导游提一点点的小要求，然后看他会不会一个变通啊或怎么样。目前我觉得今天这个导游姐姐我觉得人不错，包括去大皇宫，因为我没有长裤嘛，他还用泰语帮我砍价，因为他讲泰语我听得懂，大家都知道，我一句话没说，我全程是用中文的。我说姐好贵啊，这个东西300泰铢啊200泰铢，他就在
在那边用泰语帮我砍，便宜点啊或怎么样。你想想看，所以说从这个上面角度来说，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导游非常不错。包括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些人他说想买拖鞋怎么样，导游饭都没吃，在商场里陪着他们买拖鞋，这是我觉得真让我有点感动到了，好不好？好，今天的行程就先这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